反正呢，换电这个事儿如果不是一件好事儿，那这么多车企，这么多顶流的车企，没有必要争先恐后来签约嘛？谁没事干，对吧？派着自己的老板们来跟你签个约，然后不造车逗你玩嘛？好，各位买好，我是董买买。今天早上看到一条新的消息啊，就是一汽共和国长子也加入了未来的换电联盟了。这样一算的话，应该已经有7家了。有哪7家？我给大家列一下啊。去年有长安、吉利加入了，今年有江淮、有奇瑞、有路特斯、有广汽，那算上一汽，总共是7家。然后整个换电联盟除了这些车企之外，其实还有一些能源巨头啊，比如说安徽的皖能集团、南部的南方电网、中石油啊、中石化啊、中海油啊、中海炼化、壳牌啊，也都是未来换电联盟的合作伙伴。你可以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他们的加油站里头看到未来的换电站，甚至我之前拍视频的时候说，小时候开油车去加油站加油，对吧？长大了开电车了，还是要去加油站换电。下单成功，前面还有0人，为避免过号，请尽快到达换电站。如遇问题，过去请拨打换电服务热线。开燃油车来中石化，现在开电动车还来中石化。看，未来和中石化合作的换电站。这个呢，就是未来的整个换电联盟的一群好朋友们。所以在这么多好朋友们、这么多大型企业的加持之下，不会还有人真的觉得未来会倒闭吧？你仔细去想一想，这些企业的含金量。那有同学说，这么多车企签了所谓的换电联盟的协议之后有什么用呢？他们的车一台都没有出来啊！拜托啊，造车这个事儿是一个非常严肃、需要一定周期的事情，好吧？正常企业从决定要造一台车，从零开始定义，那生产的话，快的话2年，慢的话3年。如果你要给奔驰、宝马、奥迪这些品牌，他们做个4、5年是很正常的。如果你拿一台现有的车去改，那我觉得速度会快一些。我个人猜测，大概明年这个时候，或者说明年下半年的时候，应该就能看到换电联盟的车逐渐就开始有成果了。那说了这么多，其实这些企业愿意加入换电联盟，本质上还是因为换电比超充更好用啊。你想，换电站3分钟就可以满电出发，不管你是70度电池还是75度电池还是150度电池，都是3分钟满电出发。有人说什么出了全固态电池了就不需要换电了，嘿嘿，你还不如说出了核聚变电池之后大家就不需要换电呢。退1万步讲，真正等以后出了核聚变电池，大家换上一块可以开个10万公里了，那未来车主们换上一块核聚变电池就可以走了。你这些买的不能换电的车怎么办啊？把车就报废掉呗。所以你越是相信电池技术会进步，你越是需要买能够换电的车型。而且呢，换电站全程是自动换电的，你到那儿去自动下单，对吧？自动排队，自动倒车，自动换电，换完电之后自动出发，不管是冰雪天气还是夏天的炎热，都跟你没有关系。而且呢，在5一、11这样的黄金周，你不用像充电桩一样，你在那排队的时候，你连上厕所都不敢上，你生怕你前脚去上厕所，后脚你的排队位置被别人抢占了。甚至说，就算你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在那排队吧，换电的充电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素质差的人跟你玩拔河比赛。这些事情都是充电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换电把这一切全自动、全由系统、由程序化来完成之后，反而方便了很多。再者呢，如果你的车是可以换电的话，电池系统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终身质保的，因为你每一次换电的时候，换电站都对你的车辆的电池系统进行了一些检查。如果你的电池只能放在你自己车上拆不掉，现在有些车所用 CTP、CTC 技术，对吧？电池包焊死了，虽然车的抗扭刚度可能稍微好一点，因为电池参与着一起扭，可是你的电池稍微有一些差池，那你更换的成本可不低哦。最后呢，换电站还可以显著的提升车辆的续航。大多数未来车主们只买标准续航的电池，他们需要跑长途的时候，比如说临时去租用一块100度，一天也就50块钱。以后乐道也是一样，乐道车主们可能大部分使用660度的电池，CLTC 续航有550公里，差不多也就够用了。如果需要跑长途，那700多公里的电池也随便换，对不对？这个就是真正的在帮助用户省钱，帮助用户方便，使用户不去跑长途。因为电动汽车跑长途，反正未来车主们是跑得最欢的，其他充电的车主们在充电站上就看着未来的去换吧。还有人说电池便宜了之后换电就没有意义了，其实这个事也挺奇怪的。你去看一看电池的成本是在逐渐下降的，对不对？但是你去售后部门去看一看，你换一块电池到底要多少钱啊？一台增程车那么小的电池都要大几万，如果你是个什么磷酸铁锂电池，要是有一个60度左右的，可能换一下都要10几万啊。
有人说为什么电池这么便宜，换电池要这么贵呢？其实这很简单啊，你所换的电池的钱包含了电池包的费用，包含了电池存储的费用，包含了电池的工时费。你坏了之后，比如说你5、6年之后坏了，这个电池包已经不再生产了，还有包括那些单独为你生产这块电池包的费用。那换电站就可以在你的电池坏了的时候帮助你去换一块电池，这个本质上是对车主在省钱。而且呢，最近有一些新闻已经出来了，有一些品牌它的车虽然超快充，对吧，看起来很优雅，我就不说这超快充平时达不到这个速度了，哪怕好不容易达到了，随着电池的循环次数、循环寿命在增加，它竟然还会让电池的充电功率下降。哎，这个你没有想到过吧？有一些超快充，你新车是可以保持住它官方标称的那些最高功率的，可是，一旦你的充电池循环次数增加，或者日历寿命增加，循环次数都没有增加，就是这个电池用了2、3年之后，它就把你的最高充电功率给下降了。这些东西啊，你自己买不能换电的车都很糟糕。而对于换电站来说，它就可以非常平衡、均衡的去让电池处于合理的充电功率范围内。你知道，那个超快充固然方便，但是对电池寿命是有损耗。但是如果在换电站知道今天有多少块电池要换出去，知道这个时间段忙不忙，它就可以选择快充，它就可以选择慢充，甚至它可以选择涓流充电去保护这块电池，这也是换电的巨大优势啊。还包括有些同学买所谓磷酸铁锂的电池，他们会遇到一个问题，车厂跟你们说你最好每周充满1次，那你很多同学买磷酸铁锂电池，意味着他家里并没有加充桩呀，那他就得去外面的充电桩去充满。你知道电池在均衡的时候，最后那5%、10%要花费的时间可不止一点点哦。买个磷酸铁锂电池没事干还要去做电池均衡，你这真的是买了个爹呀。那你说未来的电池或者说换电联盟电池不需要均衡吗？当然也需要了，只不过换电站在发现这块电池要均衡的时候，它就默默的帮你把均衡好了。你每一次去换电就无需管这个电池什么时候均衡了，有没有均衡好，这都是换电站的一些优势啊。而且为什么电网愿意跟蔚来去合作？其实说白了就是换电站对电网更加友好。你想一下一些超快充吧，如果你说是500千瓦，这只是一根桩，用的时候是500千瓦，如果不用的时候什么是0，对不对？那如果一个充电站上有10根桩，那没有人充电的时候负载是0，用的时候负载是500乘上10， 5000千瓦啊。事实上不会有人这么干啊，因为不会有人把每根充电桩都满功率，事实上他们还会分功率。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充电桩的功率就是不用的时候等于0，用的时候负载特别高。电网最痛恨的就是这种不稳定的负载。而如果你使用换电站的话，几乎不一样了。今天一个换电站呢有20块电池，相当于它是一个电力的缓冲池，它可以始终就使用相对较低的功率来给这些电池们充电，而且一直对电网是负载是稳定的，对于电池好，对于电网也好。而且呢，换电站对电网还有反向调节支持的能力哦。当电网频率不稳定的时候，他们给换电站下一个指令，换电站秒级去响应，就可以通过自己放这20块电池对外放电，去保证电网的频率所均衡。大大小小的储能就藏在千千万万的换电站里，电网能不喜欢吗？电网如果要挑一个合作伙伴，那一定也挑有换电站的合作伙伴，谁挑那么多超充的合作伙伴啊？是不是？而且还有一些潜在的利益啊！你想一想，今年4月份也才刚刚新能源车的新购置比例超过了燃油车，让买燃油车成为了小众。你往后再看5年，再看10年，当中国市场上有3亿台甚至更多的汽车是纯电车的时候，那这时候如果没有换电技术，那画面太美啊！我们大家的住宅就是这样子，大部分人的住宅就是居民楼，对吧？那就是有可能没有充电的条件。你真的让他们每周定时的去外面充电吗？那如果不能换电的话，这个画面简直不敢想啊！而且新能源车还有一个后续衍生的问题，就是电动车电池的年审。虽然现在没有任何的公告发出来，但是呢，有一些征求意见稿已经在坊间所流传了。这也很正常吧？随着新能源汽车、纯电车成为主流，对吧？电池必然是要省的。那如果到那个时代，你的车不能换电，如果你的电池出现了一点点小损伤，你的车报废一次的成本，你想想看，跟能换电的车型相比，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大多数换电联盟的车还没有出来，有一家出来了，你知道是谁？是乐道。乐道 L60啊，今年9月份就交付了。乐道其实是第一台换电联盟的车，好不好？乐道用的那个电池就是要共享给换电联盟的，所以乐道的大卖也会促进这些换电联盟的其他车企抓紧时间去造更多的车。
反正呢，换电这个事儿，如果不是一件好事儿，那这么多车企，这么多顶流的车企，没有必要争先恐后来签约嘛？谁没事干，对吧？派着自己的老板们来跟你签个约，然后不造车逗你玩嘛？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玩的。那蔚来这一路走过来，其实挺不容易的。到今天为止，蔚来在全中国建设了将近2500座换电站，4000万次换电，才去验证这么一件事儿是对的。像大洋彼岸的特斯拉，当年搞了一个换电的发布会，结果只有一个发布会了。10年过去了，特斯拉其实并没有形成一整套依托于换电的价值体系，所以它的换电注定搞不成。而蔚来其实是真正的第一家，也是运营最好的，把可充、可换、可升级电池的全生命周期，甚至跟电网的互动，甚至把 V2G 这些所有的种种加在一起做好的一套体系化，那必然是能做成的。那换电呢，就是对车主、对车企、对资源，甚至说对电网来说，都是一个多赢的局面。我还真的挺希望你的下一台电动汽车是一台能换电的车，毕竟我每一次去跑长途的时候，我在服务区的换电站，总有一些在边上充电的车主们，他们怀着好奇、怀着羡慕、怀着种种的眼光看着我，而我3分钟就走了，他们看看自己的车，可能还要等40分钟，可能还要等1个小时，对他们来说，也许下一台车就该买能换电的，好吧？好了，这个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懂买买，买买在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